接到殿下的帖子，深感殿下雅意。殿下说得了2团好茶，邀我共赏，我就毫不客气前来叨扰了。顾相客气了，这还有2株老梅庄盆景，是裴元到了毕州之后，派人给我送过来的。虽不值钱，但颇有意趣。我是个粗野之人，不懂这些花月之事，但我听闻顾相画梅乃是京中一绝，所以这2株老梅庄盆景放到我府里实在是可惜，回头一并送到顾相府中去。啊，多感殿下圣意，却之不恭啊。对了，这崔乙的女儿崔氏女要觐见陛下之事，礼部还没争出个分晓吗？不只是礼部争执不下，现在啊，连兵部也掺和进来了。兵部说，崔家军在前方抗敌打仗，崔氏女可以视作大将军之子去觐见陛下。可礼部却驳说没有此先例，而户部又说，崔家军的粮草、军饷，均未从户部拨发，自从平凉未央的税赋中扣除。这笔糊涂账不能不算。现在崔氏女还没有见到陛下，可6部自己却吵了个不可开交。其实这崔氏女要觐见陛下，礼部不就是拘泥于没有先例吗？这崔氏女的母亲贺氏是朝廷敕封的武烈夫人。我记得在瑞景年间，朝廷为了京表辅圣夫人，特意在大潮之日，令辅圣夫人的女儿亲自上殿，由世祖皇帝亲自赐了金表。哦，殿下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，确有此先例。既然如此，那崔氏女便可以上殿觐见陛下了。我刚刚命人去查阅了那份卷宗，果然，秦王前几日也查了这份卷宗。傅圣夫人的女儿上殿之事，那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只有礼部的积年老历才能找得到这份卷宗。秦王为了崔氏女，特意寻此旧例，足见他对崔氏女的用情之深。为了那崔氏女，他千方百计，费尽心思，想让她得偿所愿呢。婉儿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倘若你的对手是崔氏女，为父觉得你颇可一试。但若你的对手不是崔氏女，而是秦王对那崔氏女的一腔真情，那你觉得你还有几分胜算呢？是都不是，就自认失败，那便不配当父亲的女儿了。何况世事难料，纵然秦王对崔氏女有情，但如果崔氏跋扈欺君，通敌叛国，那别说是择婚皇子了，就应该被株连9族。崔乙这个人呢，说他跋扈欺君或许会有，但说他通敌叛国，那倒不至于。父亲，开国左武卫大将军樊国公柴洪被指通敌叛国，最后被问斩街市。就连堂堂开国大将军樊国公都被指通敌叛国，那崔乙怎么就不可能呢？小姐，小姐，刚刚礼部派人来说，可以去觐见陛下了，就在3日之后，大潮之期。是吗？看来他们终于争论出了一个章程啊。反正礼部的人说，是依照什么辅圣夫人之女先例，我也不懂什么意思。总之就是说，小姐可以去觐见陛下了。这还真比我想的快一些。不过我是听说，是顾相亲自去了一趟礼部，翻找了大概60多年前的先例，
所以礼部才这么快同意你去觐见的。60多年前的旧历呀，也难为他能找到了。看来顾相为了平息朝中争议，也真是辛苦用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我听耳朵跟我说，秦王前些日子也去了好几趟礼部，说是为了什么边关的事情去查了好几天的卷宗。哎呀，你也知道那些卷宗啊，都多少年没人碰过了，他们翻找了几天，弄得灰头土脸的。我看秦王这个人啊，真是挺没意思的。人家顾相都知道去为了我们翻找先例，他呢，只顾自己的事，对你也不闻不问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上朝啊？你都多久没上朝了？我记得你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还经常偷懒，装病不愿意去。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吹起来，忽然想上朝了？今天天气好，就去上个朝了。天气好？哎，别忘了下朝回来给兄弟们带着鹌鹑下酒啊！传平凉大将军、魏阳大将军、朔州道行军大总管、左威卫大将军崔乙之女崔琳上殿。臣女崔琳参见陛下。免。谢陛下。既然你说你要代替你的父亲，非要上殿见朕，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崔琳代父觐见，是为东都洛阳，于孙敬叛乱之时，由崔家军暂为代管。如今天下平静，陛下欲急垂拱之志，故崔家军即刻退出洛阳，将东都洛阳归还于朝中。你是说要将东都洛阳还给朕？是，洛阳是国朝的东都，自然也是陛下的东都。崔家军不过是代管而已。如今叛乱已平，崔家军当然应该退出洛阳，将东都归还于朝。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原来你上殿是为了说这件事，早说嘛！好，哎，朕就喜欢你这么爽快的孩子。哎呀，这样跟皇后说，让她好好设宴，好好的款待你。谢陛下。皇后啊，今天这个崔琳穿着盔甲走上大殿的时候，朕心里就在想，这个崔乙如此的无礼，他教出的女儿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可是没想到，崔琳一开口就说要将东都洛阳还给朝廷。恭喜陛下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便收回了东都。吴国师说过了，朕是真龙天命，天命所归，当然是福运绵绵。适才陛下说要设宴款待崔小姐，不知要如何办得才好？办得热闹一些，多叫一些大家闺秀，啊，让这个崔琳看看，京中真正的大家闺秀都是什么样的，也好压一压她的气焰。是。崔家军如今在朔州作战，朝廷对其猜忌不断。崔琳呢，代父入朝，
将东都洛阳还于朝廷。这步棋大开大合，果断干脆。这崔乙行事果然是老辣呀，不愧是沙场宿将。以婉娘对崔氏女的了解，倒觉得，或许是崔林向她的父亲建议，才会有今日此举。那这个崔林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在父亲看来，朝中对于崔乙的猜忌，是完全打消了，还是暂时打消了？哼，自然是暂时打消。崔乙是平凉卫阳的大将军，手握重兵，朝廷怎么可能对他不忌惮？适才父亲提到皇后要宴请崔小姐，会请京中闺秀作陪，婉娘是有资格做这个陪客的吧？那是自然。那就让婉娘好好见识见识这位代父觐见的崔小姐。你不是已经颇为了解她了吗？此一时彼一时也。以前她在军中，现在她在庙堂。父皇，今日一见这位崔小姐，没想到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尤其是身着一身铠甲，别有一番风姿。这几天啊，父皇一直在想啊，虽然这个崔宇把东都洛阳还给了朕，但是长此以往，难免他会动歪心思，所以啊，还是得好好的笼络他。崔乙只有一个女儿，你若是娶了他女儿，岂不是名正言顺的把崔家军的军权要过来？父皇明鉴，此事可行。这两天皇后要设宴款待崔林，本来我让皇后就叫上几个大家闺秀，热闹热闹就完事儿了。可现在看来啊，你和公主们，还有李逆，都一起赴宴。他们呢都是陪客，你要好好看看崔林，看一看你到底想不想娶她，别委屈了自己，啊！多谢父皇。见皇后娘娘，免礼免礼。前日崔小姐着甲上殿，据说英气勃勃，不让须眉。我正想着，今日大约能见着一位女将军，没想到今日崔小姐做闺阁女儿装扮，却又这般仪态万方，窈窕动人。皇后娘娘过誉了，不必拘束。快入座吧。谢娘娘。今日盛会，一为崔小姐洗尘，二为佳景难得。崔小姐久居瀛州，难得来京城，今日就让齐王、秦王这些个年轻孩子招待你游冶尽兴。今日满饮此杯，为崔小姐接风。多谢皇后娘娘，多谢齐王殿下。林母后，夺彩之器已经预备好了。如此甚好。今日设宴，我正愁没个新鲜玩意儿。齐王特意从南边寻了个新鲜的杂耍班子，就让崔小姐和今日的诸位客人们都一起瞧个热闹。
齐王殿下费心了。这夺彩之戏啊，是如今最时兴的。两方上台之后啊，只能抢夺彩帛作为武器，可以使用绊、拦、摔、挡、绕等方式来阻拦对方，以首先夺得彩球的一方作为胜方。齐王殿下对崔家小姐真可谓用心十足。能不用心吗？毕竟他的父亲手握重兵，既拉拢了崔家，何愁不能储卫东宫？也无怪乎他一个臣女，竟然上书要自择皇子为婿，好生霸道啊！这两队之人，一边要想着如何将对方踢于台下，一边呢还要想着如何夺得彩球，同时呢还要提防自己不被踢下台。这夺彩之戏啊，甚是激烈，听着十分有意思呢。咱们就这么看着，不够热闹。要不，按照京中旧俗来博个彩头吧，不拘多少，好玩罢了。母后所言如此甚好。崔小姐远来是客，就请崔小姐博个头彩吧。是。崔小姐看好哪一队，便可以压哪一队，将彩头置于金盘之上，就是压彩了。一会儿由崔小姐将彩帛置于台上，便算是开彩。齐王殿下看好哪一队呢？我看红队的人机敏灵巧，定是能旗开得胜。那我就压殿下看好的这一队。我压红队胜，以这只金镯为彩头。秦王殿下可要下注？殿下，让婉娘大胆为殿下选一队吧。你想选哪一队？婉娘自然觉得蓝队可胜。行，那我就替顾小姐选蓝队胜。这玉鱼作为彩头。三弟豪阔呀，豪阔！崔小姐，敬请观赏吧。好，幸不辱命，替崔小姐压中了。殿下好眼光。其余的都赏给获胜的红队吧。崔小姐觉得下一局该压哪一队呢？我觉得还是要压红队。我看红队啊，风头正盛，一定能连胜。传令下去，今日大家尽兴，无论哪队获胜，全部都赏100金。且慢。这次我要亲自上场。啊？二哥，平日里你不是最爱玩了吗？可愿意与我上场一试？这……齐王殿下，崔琳愿意上场，跟殿下搭档，为之一搏。有崔小姐相助，定能拿下此局。可是三弟啊，我们是2人，你却是1人，对你不公平啊！不如你从这杂耍班子里再挑1人作为搭档，如何？不必了，我以1敌2即可。秦王殿下，殿下若不嫌弃婉娘身手笨拙，婉娘愿与殿下搭档上场。顾小姐，这夺彩之戏颇为危险。殿下不必多虑，婉娘明白的。好，那你便同我一起。既如此有幸，从内堂取一对龙凤钗来，为你们添做彩头，待我亲自为你们开彩。谢母后。哎，
哎，你说，我们开一家这样的点心铺子怎么样？我就提了那么一嘴，你还真打算上了？当然了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牢牢记在心里。其实呢，开一家这样的点心铺子，不失为一个好想法。而且啊，我看街上那些卖小玩意儿的店铺，生意也很是红火呢。哦，还有那些胭脂水粉铺子，很多小姐夫人都很喜欢。好，你喜欢什么我们就开什么。傻样。今天皇后设宴，你说这宴会到底怎么样了呀？也不知道秦王和小姐他们俩见上了没有？一定会见到的。十七郎那么喜欢崔小姐，他一定会好好的哄崔小姐的。希望他俩赶紧和好吧，要不然，咱俩成日这么好的，他们要是再不和好，我可太内疚，真觉得对不起小姐。一定会的。怎么可以这样？秦王殿下忘记了，崔某本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好，崔小姐，巾帼英雄。今日崔小姐，真让我等大开眼界。崔小姐不愧是上过战场的人，如此夺彩之戏也精妙纷呈。这是崔小姐的彩头。多谢皇后娘娘。这对龙凤钗，不愧是内省重工，细巧非常。皇后娘娘，您赠我的这对龙凤钗，我可以转赠给他人吗？既然是你的彩头，自然任你处置。谢娘娘。多承秦王殿下相让，娘娘赏的这只钗子，便聊表心意，转赠秦王。
齐王殿下、秦王殿下皆是男子，而我也是素来征战沙场惯了，唯有顾小姐素处闺阁，今日却自告奋勇上台，虽然不慎受伤，却没有一声叫痛。那这只凤钗便转赠给顾小姐，以慰你今日之勇。多谢崔小姐，都是娘娘的赏赐，我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。秦王殿下当与顾小姐一起，谢过皇后娘娘恩典。理应如此。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不需多礼，你们都入座吧。是。好孩子，你快过来。娘娘，生得这么娇颜秀美，偏又英气过人，最难得的是，你这般大方周全。适才我得知顾婉娘受伤，本想待会儿赠她一对珍珠耳环抚慰一二，你却已经替我想到了。娘娘不怪我唐突才好。怎么会呢？刚才在台上，我看着你，就如同一只燕子一般，轻盈灵巧。秦王素日有勇猛无敌的名头，今日你却赢了他，可见呀，你确实比他还更胜一筹呢。皇后娘娘过誉了。饿了吧？啊，开宴吧。是。你快回去休息。谢娘娘。顾小姐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秦王殿下，秦王殿下。碧波万顷，秋高云淡。如果在花好月圆之夜，泛舟至太液池上，波光映月，想来风光甚美。春花秋月各有佳时，只是在崔小姐眼中，40美景，皆不如一展胸中宏图来的有趣吧。你心中恼恨我？人各有志，我何必恨你？我看你是生气的样子。既然说了，自然是有些不悦。恐怕你不是生气输了钱，而是生气我为什么亲你。是啊，你怎能行如此轻薄之举？今日人多，若是被旁人看到，还了得？那你会不会告诉别人？非君子所为，我自然不会告诉别人。谢谢你，我知道是你去礼部查阅了卷宗，找出从前成立，我才可以顺利入朝，去觐见陛下。你不必谢我，安抚大将军，为君分忧，本就是我该做的。秦王殿下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崔某还真是自惭形秽呢。李来，走。过来啊。
这内侍明明说是往太液池这边来的，怎么没瞧见人影？崔小姐，崔小姐，齐王殿下。此宴结束之后，我也要出宫去，正好送送崔小姐。那就有劳殿下了。适才夺彩之时，崔小姐赢得实在是精彩，令本王大开眼界。殿下过誉了，那些不过都是玩乐的雕虫小技。若不是有崔小姐在的话，又怎能赢得了秦王，夺得彩头呢？那是殿下眼光好，所以才压得中。那不是崔小姐吗？殿下，顾小姐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我府中有伤药，用了之后不留疤，回头让人给你送一些。多谢殿下。客气了。不知崔小姐平日都有些什么爱好？送来的玫瑰荔枝樱花酪，奶娘吃了说特别好吃，让我再三多谢。既然奶娘喜欢，下回我请她去店铺里多吃。素闻秋日里骑马驰骋乐游园十分的畅快，我看明日必定是个好天气，不如明日我陪崔小姐去趟乐游园吧。殿下客气了，只是明日我要去慈恩寺还愿。那我陪你去慈恩寺。殿下，殿下，齐王殿下，陛下传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明日我陪你去慈恩寺，我先去见父皇了。说定了，明日一早我派人去你府上接你。这位崔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把洛阳还给了朝廷。确实，东都与西长京近在咫尺。如今这个局面，他崔家若是再占着洛阳，恐怕只有百害而无一益呀。这难道不是那位崔大将军的主意？我认为，恐怕是崔林的主张。他入朝上殿，归还东都，那么，则皇子为婿之事，他恐怕80%能够称心如意呀。那这位崔小姐是想做太子妃？太子妃，人人都会觉得太子难为。可是谁有关心过太子妃的处境呢？再聪慧的人，到了东宫中，也得敛起羽翼，收起锋芒。这位崔姑娘，本性率真，她又是一个这么洒脱的人，若真的做了太子妃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娘娘，锦娘，我是从娘家把你带进宫的。从前我是一个多么任性的人，自从嫁到东宫，我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。作为太子妃，要贤良大度，身逢大变，太子身死，太孙流落，我不惜与孙敬周旋，也想尽力争取我大狱光复的机会。
娘心里苦，奴婢都知道。将来我到了地下，我就会亲口对太子说：“我尽力了，我尽了一个做太子妃应尽的责任，甚至是背上千古骂名，我都不会顾忌。”可是锦娘，我都不认得我自己了。史书上写到我，也就是寥寥的一句话，也许会骂我不真。可是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到底是谁，我都不知道了。娘娘，您哭一场吧，好好的哭一场。不，自从我做了太子妃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不能再软弱和流泪了。我不能忘，我曾是大玉王朝的太子妃。哎，昨天晚上大半夜啊，我又听见十七郎在院子里练剑呢，估计是一宿没睡。相思病嘛，睡不着那是应该的。不是，那崔小姐不是在西长星吗？在就不能害相思病吗？在都在了，相思什么呀？你不懂，你懂。你摸过女人的手吗你？那你懂？你摸过女人的手吗？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行了，喝粥吧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你这么早去哪儿啊？去散散心。你昨天不是说要给顾小姐送药膏吗？叫谁去啊？难不成亲自去啊？你去吧。得，我就不该问。石七郎，你就没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崔小姐的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他给顾小姐送东西，却不送东西给崔小姐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你不懂。来，过来吃点儿。见过齐王殿下。你家小姐呢？我跟她约好了同游慈恩寺的。我们家小姐一大早就出门去了，她昨晚特意摘香补了吉时，说得卯正3刻出门才好，还特意说不许带任何人去，这样才显得心诚，连我都不许跟去呢。不过小姐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在府中等着齐王殿下，跟殿下说声十分抱歉，让您白跑一趟。无妨，我去慈恩寺找她去。殿下慢走。看着挺简单的，怎么就是变不好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本想着出来走走，结果走到这儿，大概是不由自主吧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我并不想去什么慈恩寺，
既然遇上了，十七郎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好好陪上我一天？就这一天，你不是秦王，我也不是什么崔小姐，无忧无虑的，快乐的过上一天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还记不记得，当初你答应过我，如果有一天天下平定，就陪我一起吃满乐游原。安营，待到天下太平，你我并肩，同游乐游原。一言为定。说过的话，许过的愿，或许都兑现不了。但是我很希望能有这么一天，哪怕只有12个时辰，我们俩什么都不想，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的过一天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。以前你常常说，要是能早点认识我就好。现在我也这么觉得。如果我能早点认识你，我就会带你去瀛洲，去看杏花，去吃小白杏。不要说这些啊，我们先开开心心过好今天，好不好？秋波长静，秋水长天，这里可真美啊！这让我想起了在劳兰关的时候，每当秋天，老包就会在河边打黄羊，然后每天都烤羊肉吃。哎，说的我都饿了。我下水给你抓鱼吃。好呀。哎，石进来，那，这儿有大鱼。哎，这个。哎，没想到我们阿莹文能下笔千言，武能上阵杀敌，居然连条鱼都对付不了。没想到我们石七郎忙活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抓条鱼，也没有好好的送到我手上。再来。哎，有后面，后面。前面，看着。怎么样，打平了？石七郎连烤的鱼都这么好吃，真是不世之才。你这么一夸我，我就心惊胆战，我总觉得哪里又上当了。我这不是在夸你，我是在自夸呢。自夸？你看啊，
我喜欢的十七郎是如此精彩绝艳，那我是不是眼光绝佳？是不是很厉害呢？你在我心里一直最好，也最厉害。这明明是在夸我，但是听起来好像你也是在自夸呢。那是自然，我喜欢的阿莹就是这样精彩绝艳，我明明也眼光绝佳，十分厉害呀。大将军，今日交战时抓到个接硕方工部的首领，自称知道柳成风的下落，想以此换取活命。属下仔细审问之后，此人交代，柳成风替接硕夺取白水关后，接硕大首领乌洛另派了一批人马，重新进入中原地界，但是去处不详。乌洛是一个狠辣狡猾的人，最会物尽其用。他既然下了如此本钱，又派人出来跟着柳成风潜入中原，必有谋划。好好查问一下那个方工部的首领，再仔细查一下那些接硕人的下落。是。齐王殿下，柳公子果然是胆色过人呐！白水关之事后，人人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你竟然还敢来西长京见我？接硕之患，不过借选之计，而殿下之患，却在肘腋之下。你说的没错，秦王最近是咄咄逼人，我这肘腋之患也是急迫的很呐。承蒙殿下借兵之恩，这一次我也带了不少人马，愿意随时供殿下驱使。我是当朝的齐王，让我用接硕的人，不妥吧？殿下若是觉得有些事不便出手，又或者想要暗中行事，我等皆会奉殿下的号令，为殿下效劳。且无论如何，绝对不会泄露与殿下有半分瓜葛。柳公子如此帮我，到底在图谋什么呀？殿下是个直爽的人，那我也直说了。殿下只取崔林远远不够，只有李逆一死，才能以绝后患。我只想让李逆死。我这三弟果然是得罪了不少人呐。殿下放心，秦王仇家众多，定会将年不永。我三弟素来爱出风头，他要是将年不永的话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这一天过得可真快啊！小的时候，总是觉得岁月很长，但是长大以后，才发现，原来高兴的时光，总是过得这么快。你今天高兴吗？今天，应该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。我也是。可惜再高兴，这一天也要过去了。安得长生继白日，无论我有多么舍不得，这一天还是要结束。是啊。十七郎，
如果有一天我做了让你特别生气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就不再喜欢我？心里就没有我了？本来呢，我是想骗你，说的确如此，但是我舍不得。我这么喜欢你，也许将来还会喜欢你很久很久。我认为，我不会再像喜欢你一样喜欢别人，所以你怎么对我，我心里都是喜欢你的。我也知道，容人之量是有底线的。我们再打一个赌好不好？赌什么？你闭上眼睛，数到10。如果你一直没有睁开眼睛，就是你赢了。那以后，如果我们俩为敌，我会先让你3次。可若你睁开了眼睛，那如果以后你我为敌，你要让我3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数吧。1、2、3、4。我输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欠你3次相让。白夜，此后岁月长，照顾好自己，保重。宿命色。一个人多孤单啊！你们2个就是应该在一起。
一直等着你回语。崔家军大捷，杀敌数万，俘获接硕申吏部、方工部万余，更有车马、弓箭、粮草、无计数，并夺回白水关，将接硕逐至白水山以北，不令犯境。臣崔乙即亲自押解接硕申吏部、方工部首领7人赴京献俘，恭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朕就知道，朕是天命所归，无所不利，战无不胜。陛下，崔乙夺回白水关，获此大捷，都是陛下纳言求治、知人善任之故。若非有陛下圣旨，并朝中6部予以力援，也不能得此大捷。裴卿说的是啊，虽说这圣旨是朕所下，但是还得朝中6部各位爱卿兢兢业业，帮衬他们崔家军。幸好近日赵裴卿还朝，不然这献俘一事，朕都不知道该交给谁去办了。献俘之事，按理应由礼部会同兵部办理。无妨，虽由他们办理，但是裴卿你还得替朕多照应一些。遵旨。这么大的喜事，既然献俘太庙，就应该大赦天下。即刻去传旨，将信王放出来。献俘的时候，也好与朕同去。陛下，崔家军大捷，信王何功之有？信王故意纵火，杀害数十条信女，这才幽禁多久？陛下要将其赦免吗？他可是你的亲哥哥，你为何这般不依不饶呢？信王妃之死，难道不无辜吗？陛下，刚刚除了急报，崔乙大将军还有一封奏书，随急报一同而来。袁常侍，你把奏书也念一念。看来这个崔乙觉得军功太多，一纸急报写不下，又另上一本奏书，来表彰一下这次立功之人。是。念呐！叩请皇上圣安，臣平凉大将军、魏阳大将军、朔州道行军大总管、左威卫大将军崔乙，特为东宫立储之事，奏陛下，请立秦王逆为太子，以固国。住嘴！这个崔乙简直是混账之极！陛下乃性情中人，但陛下是圣人，金口玉言，不能言辞轻慢，以免寒了前线大将之心。他以为他打了胜仗就可以对朕的家事指手画脚吗？这个老匹夫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陛下，立储不是陛下的家事，立储乃是国之大事。崔乙身为边关大将军，上此奏书，理所应当。顾相的意思是觉得老匹夫说的有理。陛下虽然春秋鼎盛，但楚二之事，维系宗社根本之重，早正东宫之位，以系宇内之心。不要跟朕掉书袋，说这种大道理。立太子那也得用朕说了算。不管怎么样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李逆。陛下，儿臣浅薄无知，不堪屈用。闭嘴！跪下！
陛下，如今战乱始平，但北有接硕虎视眈眈，南有百越尚未平静。秦王率镇西军秦王平乱，方拥陛下即位，垂拱宇内，为国朝之万年大计。臣以为当立秦王为储。臣附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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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臣附议，臣附议。退朝，退朝。阿爹的这道奏书，还来得及阻拦吗？大将军说了，知道小姐耽于情谊，不忍逼迫秦王太甚，所以这个恶人就由他来做。大将军还说，料想小姐必定会阻拦的，所以先奏请了朝中，递了奏书，想要阻拦，怕是来不及了。阿爹这是为了我。不惜把自己陷入水深火热当中啊！只怕是秦岚会因为这件事情十分气恼我跟阿爹。什么？崔乙上书请立秦王为太子？这正是为何一下朝就派人叫你来书房。那父亲呢？我自然是附议。韬光养晦。那是从前的秦王，自从他收复两京之后，秦王便已经是储君的不二人选。为人臣者，当为陛下直言。裴宪大将军呢？他也是附议。父亲觉得，陛下会立秦王为太子吗？崔乙是平凉卫阳大将军，手握重兵。又打了胜仗，他既谏言立秦王为太子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裴宪是镇西大将军，亦手握重兵，秦王将其视作公公，他们两个人的话，陛下不能不听啊。朝中文臣为父亲马首是瞻，父亲表他应立秦王为太子，文臣们必然不会有二话。崔乙这一步棋下得真妙啊，直取中心。父亲这招顺水推舟，也是极妙啊。大哥息怒，息怒啊，大哥！大哥，我站在朝堂之上，只感觉到大势已去。二弟，是大哥一时疏忽，才遭李密陷害的。看来他早有预谋。我要面见父皇，哪怕活出我的性命，我都要面见父皇。二弟，你快帮大哥想想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父皇赦免了我？大哥想出去，不妨试试苦肉计。苦肉计？公子，怎么办？接硕大败。崔乙竟然重新夺回了白水关。崔乙公然上书奏请皇帝立李逆为太子。既然如此，那对李俊和李来来说，便是火烧眉毛了。阿叔，你去亲自问问李来。如今已经迫在眉睫，看一看他是否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。我愿意为齐王殿下排忧解难。是。好。
什么？我娘的珠子。还给我，快点！东西还你，你快走吧。秦王殿下请自重。从此，两不相欠。75、80、85，这么多，95，还差5个。这个月呀，咱们给秦娘子寄的钱啊，是1500钱。1500钱！哦，1500能买多少小鸭子呀？太好了！小鹅长大了能下鹅蛋，还能看家。瞧你那这点出息！不是，咱上次不是说不买鹅？凭什么不买鹅？不是。哎，石七郎，你回来了。哎，石七郎，哎，咋回事这是？从此，两不相欠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坐在这儿也不点灯？一时走神了。那我去拿个火镰来。桃子，不用点灯，我想自己在这儿坐一会儿。这是怎么了？你声音听起来都有点哑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事，我想坐一会儿。
这3更半夜的不睡觉，练什么剑？我说你们少年人啊，就是心火旺，吵了架去找他呀。哎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能有多大的事儿？这一宿一宿不睡觉，熬鹰呢。哎呀，这不入相思门，难知相思苦啊。你就慢慢熬吧，我走了。小姐，你一夜都没睡啊？没事，打水洗脸吧。这就去。信王到！陛下，信王到了。父皇，君儿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父皇，儿臣因为再也见不着你了，儿臣冤枉。儿臣冤枉，儿臣没有啥枉事啊！不知为何那个李宁3番5次的想置我于死地。你马上就要当太子了呀，日后他定然不会放过我。我今天能够见到父皇，我就死而无憾了。你快命人把我送回信王府，你切莫惹恼了秦王啊！李宁是我生的，我还能怕他不成吗？君儿，你放心，朕马上就下旨，解了你的幽禁之苦。李逆若是敢说3道4，我必传杖打他。殿下果然神机妙算，信王一解禁，就忍不住派人四处打听秦王府的细事，可见他是要对秦王下手了。如何？信王的亲信，上次已被秦王全部捉拿下狱，于死狱中。如今信王能信得过的，是从前张管事的儿子张二郎。我早就按照殿下的吩咐，去找人指点了张二郎。秦王的府中人事简单，唯有秦王的乳母孟氏。秦王待他十分亲厚，可他偏有几个不成器的儿子，贪财好利，有戏可乘。说不定可以在秦王的饮食上找出办法。不会查到我们头上吧？殿下放心，绝不能够。我这位大哥呀，说他莽撞吧，足够莽撞；说他胆大呢，也是足够的胆大。只希望他这一次能够有足够好的运气，
一举成事吧。你也知道，我那个儿子郑五郎啊，十分的不成器，除了吃酒就知道赌钱。以前在家的时候，还总骂我是个老不死的。如今呢，他见到殿下富贵了，把我接到府里来享福，今日竟然又来巴结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奶娘不必介怀。也难为我家那个不成器的郑五郎，突然又成器了一回，特意送来那么些莴笋干。这石七郎啊，很喜欢吃这笋干包子，也不是什么精细吃食，可那时候在梁王府里，又有谁知道他喜欢吃什么，又特意给他准备什么呢？我那时候啊，总是从家里拿来莴笋干给他做包子，那时候他还是个小郎君呢，一顿饭可以吃4个包子呢，我真怕把他给撑坏了。看这馅儿啊，要多放点儿啊。好，我帮你，奶娘。奶娘，你看，这样包对吗？你学得还真快。像你这样温柔体贴、又贤惠又心灵手巧的人呐，不知道谁有福气能娶到你做娘子呢？走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你猜谁回来了？他这2天啊，耳朵不太好使。石七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殿下脸色怎么回事？生病了？可能是无仗可打，精气神一下就松懈了。这天天半夜练剑，脸色能好才怪呢。半夜练剑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哦，这不是到了每年入京述职的日子吗？我入京之后就去面见了陛下，没想到陛下见了我之后，突然感叹说毕州太远了，就让我留在京中多休息几日，全当休沐了。走，我带你去风云楼喝酒，替你洗洗尘。身子真没事儿？没事。那去了啊。哎，桃子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你不是生什么病了吧？我没事儿，不过我家小姐好像是病了。啊？她怎么病了？懒于饮食，短于睡眠。她还跟我说她没事儿，那是没事儿的样子吗？还不是因为秦王。小姐说，秦王一定是什……其实石七郎这几天也古怪得很，总是出神。有时候我问他话，他就跟没听见似的。哦对，前几天信王不是被放出来了吗？石七郎他想进宫跟陛下理论，但被裴大将军给拦住了，所以他这几天是愈发的闷闷不乐。他们俩一定是大大的吵了一架，比之前那次更厉害的吵架。哎，桃子，你这么聪明，那这一次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是一点辙都没有了。我家小姐多聪明的一个人，还不是拿你们秦王毫无办法。石七郎也是，他那么聪明一个人，这一次也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也一定是拿你们崔小姐没有办法。冤家，俩冤家。今天殿下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想来是在外面有事呢。照理说，这第1笼包子怎么都应该请殿下先尝的。
但我有好几年没做包子了，也不知道这个咸淡滋味如何。罢了，今天啊，我也不讲究这些尊卑了。老婆子僭越，先尝一个。顾小姐，待会儿殿下回来了，你再同他一起吃，这样滋味才好呢。奶娘。好吃。石七郎，我正准备出去找你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奶娘突然发了疾病。不成了，已经摸不到老人家的脉了。殿下，请节哀顺变。是什么急症？怎么会病发这么快？殿下，老人家本来年岁大了，有突发疾病。我来的时候，其实老人家已经过世了，可能是心疾引起，适合病因，现在已无法诊出。大夫，这边请。顾小姐，奶娘发病时你一直在身旁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有没有说哪里不舒服？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有说有笑的，突然就说胸口痛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我赶紧去找鲍大哥，请了大夫。一会儿大夫来了，殿下也回来了。有劳了。殿下太客气了，奶娘待我如同亲人一般，我心里也将奶娘当成了我的亲人。只是没想到，短短一生，就天人有隔。奶娘下午的时候还给殿下做了笋干包子，说那是殿下最爱吃的，要等殿下回来一起吃。怕滋味不好，奶娘还亲自尝了尝。石七郎，我送顾小姐先走，咱们好料理奶娘的后事。顾小姐，这边请。从前不觉得，如今看来，编的是真丑，但怎么就是舍不得扔呢？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秦王的乳母突然得疾病去世了。那他可是要伤心坏了。是啊，小姐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
十七郎，我看了一口好棺木，已经替你做了主，切好了就送过来。奶娘的庄国，我也替你拿了主意，师傅也来算过，说要停灵7天，但不能停在家里，所以今晚连夜要送到城外的玉佛寺去。你也别伤心得太狠了。奶娘下午的时候还给殿下做了笋干包子，说那是殿下最爱吃的，怕滋味不好，奶娘还亲自尝了尝。十七郎，仵作我已经找来了，军中山验毒的医师我也叫来了。真的要开棺吗？开棺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奇怪，人去哪儿了？小姐，这么早你去哪儿了？桃子，你去告诉谢长儿，如果秦王怒冲冲的要出门，或者有别的冲动之举，马上就来告诉你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，就是以防万一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莴笋干是乃良的儿子郑五郎送来的。给莴笋干禁毒的是张二郎，已经被拿到。张二郎原是西王府管家的儿子，其供认说，因郑五郎曾听其母说起，殿下喜欢吃此物，于是就买通郑五郎在赌场的朋友王四，撺掇郑五郎将莴笋干送到府中来巴结殿下。张二郎供认，郑五郎并不知道莴笋干有毒，但已经被信王府的人杀了灭口，尸首扔在河里。万年县衙门正在打捞尸首。这一大早怎么眼皮就跳呢？也不知道是主凶还是主吉。唉，都怪那个奶娘的，一把年纪了，还嘴馋吃什么包子？你吃什么包子嘛？要不就能把李妮给毒死了，一了百了了。哎，秦王殿下，等我，让开！大事不好了，殿下！你慌什么？你快说！秦王殿下，带着人杀进来了。什么？杀害大嫂还不够，你竟敢往我府里投毒！你怎么血口喷人？你怎么胡说八道呢？你！让开！你想干什么呀？
你不要以为你将奶娘儿子灭口，我就追查不到。是你让人在他儿子带来的莴笋干里下毒，是你害死我奶娘。这胡说八道！你怎么信口雌黄呢？我害你奶娘干什么？我因为你想毒死我。殿下，我们有真凭实据，我们不如去朝中，当着陛下还有百官的面讨个公道啊！殿下，公道？他谋害谢王妃，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人，才幽禁几日就被赦免，哪还有公道？让开！殿下，请勿冲动行事啊！殿下，谢王要毒害您，咱们在陛下还有百官面前，必然要让他给咱个交代。但是如果你一剑杀了他，朝中法度何在呀？殿下，本来一切都是铁证如山的事情，如果你杀了他，就成了你之过呀！殿下，你如果杀了他，陛下会怎么处置你？更会恨我们，为何没有拦住殿下呀？石七郎，为了镇西军，你要冷静啊！石七郎。我这